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神跆拳道，我是才从大阪公开赛回来的香山居士白教练。这次更新拖了一阵子，真的很抱歉。相信每个教练都明白，从3月开始，学生跆拳道的比赛季就忙个不停。3月的全中运，4月的全少选拔，5月的全国少年杯，再到6月的4少选拔，真的是一场接着一场。期间我还去了一趟大阪公开赛，真是收获满满。这次是我第一次带队出国比赛，成绩如何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开了不少眼界。更难得的是结识了许多世界级的选手与教练，能够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比赛，甚至还能直接访谈，经验值瞬间2.0。这次有幸认识的人包括印尼世青代表 Saha 的教练 Mr. Gifland 热情风趣，日本奥运选手江田秀范198公分，目前日本制道馆教练。日本最强女选手冈本流佳的弟弟妹妹冈本佳一、冈本千佳，两个人总共3个全国冠军。来自4国爱媛县的濑户丸重教练、列树会馆长，以及他的女儿濑户丸遥，春专公开赛代表、日本指定强化选手。其中我们很幸运的访问到江田秀范教练，出身大阪府，东京奥运日本代表队选手，同时也是格斗家，外表斯文帅气、谦和有礼，但是他打起格斗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位绝对符合猛将的标准。以下是我们的访谈记录，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テコンドの日本代表の江端と申します。今はテコンドーとキックボクシングを両方やってます。日本でテコンドーを広めるためにいろいろ活動してるんで、またテコンドー大会によかったら台湾の方に来て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テコンドーいつから習いましたか？テコンドーは17歳。17歳。はい。テコンドーと格闘技の違いは何でしょうか？テコンドーはスポーツ、格闘技はやっぱり死ぬか生きるか、デッドはライブとやっぱり怖い。格闘技はやっぱりこう倒す。テコンドーはポイント。今、日本テコンドーの強化員はどうですか？やっぱりまだ人口は少なくて、まだまだやっぱり世界で戦うためにはやっぱりまだまだ努力が必要で、まだまだこれから競技も分生も両方頑張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で、まだまだ全然。はいはい。やっぱり何より一番大事なのは楽しむこと。やっぱりテコンドーが好き。テコンドーが好きなことが一番大事だから、強くなるのも大事だけど、テコンドー好きで、ずっとテコンドーが好きだから、そしてもっと上手い、上手な人の真似をしていけば、どんどんと強くなると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教练，我想请他。其实当时江田教练是有预定行程的，不过我还是厚着脸皮邀请他接受访问，因为机会实在难得。接下来我们另外访问了2位来自国内的选手。以猛将来说，这2位的年纪可能还太轻，但是如果猛将的标准，包括连霸全中运冠军，或者是在全国赛的冠军战将对手提前结束，那么这2位姐妹花绝对能称得上是猛将。接下来就让姐妹俩跟我们分享少女猛将的夺冠要诀。嗨，一山一轩好，嗨，姐妹妹，跟我们频道观众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一山，我是江老师。我没有想到说来这边还有可以遇到说我们国内出来的选手哦，对啊，你们今天是特地来大阪公开赛比赛的，对啊，姐姐是那个成年人组，没有
谢谢。现在是打青少年。哦，还是青少年组，对。然后妹妹一样是青少年组。这是第几次出国比赛？手指头够用吗？已经十几20次了，对。这向来比赛都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成绩哦。还没有恭喜姐姐跟妹妹今年同时都拿下高中组跟国中组的全国冠军。请问一下，这是妹妹第几次全国冠军？第5次的全国冠军。姐姐呢？也是第5次全国冠军。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系列叫做《猛将传》，这个标准在国内的青少年组就绝对算得上是猛将了。是怎么样的因缘机会会接触跆拳道呢？玩夏令营。玩夏令营。就继续去找正规的道馆练习。看姐姐妹妹的身材条件，其实你们可以往任何运动方向去发展了。我想请问的是，为什么会选择跆拳道？就是刚开始有接触的运动也没有，然后觉得跆拳道好玩，就一直练的，然后就练到现在。2个字就是缘分，这样子。先请问一下姐姐好了，姐姐现在是上次是第1次打亚锦赛选国手嘛？因为青少年组跟成人组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别，水准是不一样的。对，这接下来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呢？一场比赛都发挥到最优，就是不要有压力，不要怕死，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就是慢慢的去突破。非常的谦虚哦。那请问一下，姐姐觉得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别人看的话，可能会觉得我上端动作比较好，就是拉长。可是我自己是觉得我最近的比赛比较有加强部分是，就是面对各种状况的就是不要紧张，然后稳下来去突发状况。是。妹妹今年也要明年也要开始打成人组比赛了，那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对。接下来的目标是哪个大赛？因为不是要先选世界中学运动会，好，2个都要选世界中学运动会。世界中学运动会的，是。然后6月是世青，是世青的。事情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做一些情搜嘛，觉得最大的对手会是哪一些呢？比较硬的对手会有哪一些呢？我是指说，如果你们出国去比赛的话，在国际上有哪一些你们认为是主要对手、主要情搜分析的对象？韩国、泰国、伊朗这些国家的选手普遍都很强。韩国、泰国、伊朗设定为主要对手的，是。好的 ，OK， 教练已经到了韩国、泰国、伊朗的。听说姐姐妹妹都非常的自律，你们觉得第一个自律这个习惯对你们有什么影响？第二个自律这个习惯要怎么样去养成？还是需要一些外在的因素来帮忙。爸爸说，我们很多动作其实都需要加强，然后就说要不要我们就是早一点起来，因为像人家的常常这样子，然后下去把一些这些缺点强一下，这样子，然后就习惯，是已经习惯早上5点多6点这样子。天天都是这样子吗？如果是碰到考试或比赛不会，但是平常没有什么特别事就没有。好奇问一下，你们过年休几天？除夕那天回阿嬷家吃饭，然后大年初1就继续训练了。各位小朋友听到了吗？这个就是国手对自我的要求，除夕休1天。好的，好的，那我们访问到这边结束啊。姐姐妹妹，姐姐已经打完了，恭喜姐姐这一次会拿下冠军。先这边也预祝妹妹大阪公开赛这次在下一场比赛可以顺利拿下金牌。好，恭喜2位啊！希望你们后面继续加油。谢谢，谢谢。